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藩镇平衡为唐续命。提到唐朝的灭亡，绝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一定是藩镇割据。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藩镇就像是附着在大唐帝国躯体上的毒瘤。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到公元907年朱温篡唐，这中间的150多年里，藩镇被描绘成一群拥兵自重、抗拒中央、互相倾轧的军阀。他们把原本繁荣昌盛的大唐盛世撕裂成了一个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烂摊子。因此，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灭亡的罪魁祸首，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不需要讨论的常识。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反直觉的细节之中。如果我们抛开上帝视角和固有的偏见，仔细审视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治版图和运作逻辑，我们会得出一个截然相反，甚至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结论：藩镇割据并不是大唐的催命毒药，恰恰相反，正是藩镇体系的存在，为本该在安史之乱中就彻底崩溃的唐王朝成功续命了150年。这不是哗众取宠的翻案文章，而是建立在严谨的现代唐史研究基础之上的客观结论。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大唐帝国中后期的真实运作机制，看看藩镇到底是如何作为一种精妙的政治平衡系统，维持着大唐帝国的残喘与繁荣的。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打破一个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所有的藩镇都是反唐的。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版图就像是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各地节度使都是土皇帝，中央政权政令不出长安。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根据著名历史学家张国刚先生在唐代藩镇研究中的经典分类，安史之乱后的藩镇，根据其地理位置、职能和对中央的真实态度，大致可以分为4种截然不同的类型：和硕型、中原型、边疆型和东南型。这4种藩镇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共同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帝国维稳系统。我们先来说第一种，和硕型藩镇。这也就是名声最臭、最符合我们对军阀定义的藩镇。它们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的河北地区，也就是当年安禄山和史思明起家的老巢。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中央政府出于实力不济和安抚叛军的考虑，对安史旧疆采取了妥协政策，承认了他们对河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设立了著名的和硕3镇：卢龙、承德和魏博。和硕藩镇的特点是什么呢？用4个字概括就是听调不听宣。他们在名义上尊奉唐朝皇帝，使用唐朝的年号，但是在内部，节度使的更替完全是自己说了算，也就是所谓的父死子继，将篡帅夺。他们自己收税自己花，军队自己练自己养，朝廷的赋税法律在这里基本上是一纸空文。传统史书上记载的藩镇叛乱，10有8九都发生在这些和硕藩镇身上，所以把他们视为大唐的毒瘤似乎并不冤枉。但是请注意一个关键的数据，在唐朝中后期全国40多个藩镇中，像和硕3镇这样半独立状态的藩镇仅仅只有几个，占全国藩镇总数的10%到20%左右。绝大部分的藩镇并不是这样的。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2种类型，中原型藩镇。它们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大运河沿线的河南、山东一带，比如宣武军、中武军、武宁军等。这些藩镇的设立是唐朝中央政府的一步大棋，他们的主要任务只有一个：防备和堵截和硕藩镇，保护大运河这条帝国的生命线。中原型藩镇的将领绝大多数都是由朝廷直接任命的，他们没有世袭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中原地区连年征战，当地的赋税根本养不起庞大的军队，所以中原型藩镇的军费有很大一部分必须依靠中央财政的拨款。既然拿了朝廷的钱，当然要给朝廷办事。他们就像是唐朝皇帝在黄河岸边筑起的一道钢铁长城，死死地把和硕3镇按在河北大地，让他们无法南下威胁中原和江淮。那么，中央财政用来包养中原型藩镇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要提到第3种，也是对大唐帝国存亡至关重要的一种藩镇——东南型藩镇。
东南行藩镇主要分布在江淮、江南一带，比如镇海、浙东、宣社等。这里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唐朝中后期名副其实的钱袋子。东南藩镇的特点与和硕藩镇截然相反，这里的节度使或者观察使通常由朝廷派出的文官担任，而且任期很短，频繁调动，根本没有拥兵自重的土壤。他们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利用江南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疯狂地敛财，然后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把粮食、布帛和盐税运往长安。史书上说，唐朝中后期天下之大命系于江淮，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安史之乱后，北方的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也因为长期的过度开发和人口压力无法自给自足。大唐帝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能够供养神策军这支中央禁军，能够给中原行藩镇发工资，全靠东南藩镇输送的血液。东南藩镇不仅不割据，反而是大唐帝国最忠实的奶牛。最后一种是边疆型藩镇，主要分布在西北的陕甘宁一带，以及西南的四川地区，比如朔方、泾原、剑南等。安史之乱时，唐朝为了平叛，抽调了大量西北边防军内调，导致吐蕃趁虚而入，占领了河西走廊，甚至一度攻陷了长安。为了防备吐蕃、回鹘等游牧民族的入侵，唐朝在西北边境维持了庞大的边疆型藩镇。这些藩镇的兵力极其强悍，虽然偶尔也会因为军饷问题发生兵变，但总体上他们承担了国防重任，并且其将帅的任命权也牢牢掌握在中央手里。当我们把这4种藩镇的地理位置和功能拼凑在一起的时候，一幅令人惊叹的帝国权力平衡图景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你看，东南藩镇负责赚钱，把源源不断的财富输送到中央，中央拿到钱之后，一部分用来养活皇帝、百官和中央禁军神策军，维持朝廷的权威，另一部分钱则以军饷的形式发给中原型藩镇和边疆型藩镇。中原型藩镇拿了钱，就负责在黄河一线挡住和硕那些不听话的刺头；边疆型藩镇拿了钱，就负责在西北挡住吐蕃的铁骑。在这个精密的系统里，除了那几个和硕藩镇之外，绝大多数藩镇都是唐朝中央政府维持统治的工具。这哪里是什么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这分明是一个经过高度妥协，却又异常实用和稳固的政治军事联盟。皇帝虽然不再像唐太宗、唐玄宗时期那样拥有绝对的中央集权，但他依然是这个联盟无可争议的盟主和利益分配者。只要东南的漕运不绝，只要中央手里有钱，这套藩镇平衡系统就能一直运转下去。事实证明，这套系统极其有效。在安史之乱后的100多年里，虽然小规模的叛乱不断，但大唐帝国再也没有经历过像安史之乱那样席卷全国，差一点让帝国覆灭的大危机。理解了这个宏观的平衡架构，我们再来微观的剖析一下，为什么连那些最不安分的和硕藩镇也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推翻唐朝，从而让大唐得以续命。人们往往认为和硕藩镇不听朝廷的话，是因为节度使野心勃勃，想要自己当皇帝。但如果你仔细翻阅这段历史，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和硕3镇的节度使虽然动不动就造反，但他们造反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打进长安、推翻大唐，而仅仅是为了逼迫朝廷承认自己对藩镇的继承权。一旦朝廷给了他们一张委任状，承认他们是合法的节度使，他们马上就会上表谢恩，甚至还会派人给皇帝送去大量的贡品。这叫什么造反？这分明是暴力讨薪和武装上访。要解释这个反常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深入到和硕藩镇的内部权力结构中去。和硕藩镇之所以难缠，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骄兵悍将文化。在这些藩镇里，真正掌握绝对权力的其实不是节度使，而是由底层中级军官和精锐士兵组成的牙军。牙军是节度使的亲兵卫队，装备最精良，待遇最丰厚。经过几十年的繁衍，牙军在和硕地区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军事利益集团。他们互相联姻，利益绑定，把当兵变成了一种世袭的职业。对于这些牙兵来说，大唐皇帝太远，他
他们不在乎；节度使是谁，他们其实也不在乎。他们在乎的只有自己优厚的军饷和世袭的特权。节度使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这些衙军推举出来的代理人和大管家。如果节度使能够保证衙军的利益，大家就相安无事，推举他的儿子继续接班。如果节度使敢克扣军饷，或者试图削弱衙军的权力，甚至只是因为脾气不好得罪了军官，衙军就会毫不犹豫地发动兵变，杀掉节度使一家老小，然后再推举一个新的将领出来当节度使。根据统计，在唐朝中后期和硕藩镇发生的动乱中，因为节度使造反抗拒中央而引发的战争其实并不多，绝大多数的流血事件都是藩镇内部士兵驱逐或者杀害节度使的兵变。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荒谬但又非常现实的局面：和硕的节度使们其实活得非常憋屈，他们对朝廷耀武扬威，对内却是如履薄冰，生怕哪天早上醒来就被手下的衙军砍了脑袋。在这样的内部环境下，和硕藩镇的节度使根本不可能有统一天下的宏图大志，因为要打天下，就必须让衙军离开熟悉的老家，去南方拼命。打天下就会有伤亡，就会损害衙兵的既得利益。衙军们只想在河北的1亩3分地上老婆孩子热炕头，过着高薪免税的特权生活。谁要是敢让他们去长安跟大唐的禁军拼命，他们第一个就会把这个节度使给宰了。所以和硕藩镇的所谓割据，本质上是一种地方军阀为了自保而进行的地方自治。他们的诉求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他们只要中央不干涉他们的人事任命，不向他们收税，他们就愿意名义上尊奉大唐皇帝为天下共主。唐朝中央政府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几次失败的武力讨伐之后，也逐渐看清了和硕藩镇的这个底牌。特别是在唐德宗时期，由于强行削藩引发了著名的泾原兵变，唐德宗被逼得逃离长安，差一点亡国。从那以后，唐朝皇帝的政治智慧成熟了，他们明白了彻底消灭和硕藩镇是不可能的，成本太高。于是朝廷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策略，只要你表面上认我这个皇帝，只要你不向南扩张打我大运河的主意，你要世袭就世袭吧，我给你发委任状就是了。这种基于实力的互相妥协，也就是史学界所说的唐廷与藩镇的体制性默契。这种默契虽然损害了中央的绝对权威，虽然让河北地区游离于帝国的直接统治之外，但它极大地降低了帝国的维稳成本。唐朝中央可以用最少的资源稳住最危险的敌人，从而集中精力去发展东南的经济，应对西北的吐蕃。这难道不是一种高超的政治生存哲学吗？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来看看在藩镇割据的这150年里，唐朝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我们就会对藩镇体系有更深刻的认识。很多人以为安史之乱后唐朝就一直是个烂摊子，其实不然。由于东南藩镇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原藩镇提供了安全保障，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不仅没有沉沦，反而完成了一次深刻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在财政上，为了适应藩镇割据的局面，唐朝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著名的理财专家刘晏改革了盐法，把专卖制度发挥到了极致，让中央政府在不增加农民田赋的情况下获得了巨额的财政收入。随后，宰相杨炎推行了划时代的两税法，废除了从北魏时期就开始实行，已经完全不适应时代的租庸调制，开始以资产和土地为标准征收货币和实物税。两税法的实施不仅挽救了唐朝的财政危机，而且标志着中国古代赋税制度从以人丁为主向以财产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在军事上，虽然和硕不听话，但唐朝中央并非没有牙齿。唐宪宗时期，由于中央财政充裕，皇帝利用神策军和忠于朝廷的藩镇，发动了一系列削藩战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李素雪夜入蔡州，生擒了飞扬跋扈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唐宪宗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强大的武力，硬是把骄横的藩镇一个个打服，实现了短暂但辉煌的元和中兴，让大唐的威望再次达到了顶点。在文化和经济上，由于藩镇体系在客观上造成了权力的下放，中国南方的经济迎来了大爆发。扬州、益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扬一二，
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都市。大运河上千帆竞发，南方文化开始全面崛起，为后来的宋代经济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安史之乱后的这150年，大唐帝国虽然失去了绝对的中央集权，失去了对部分领土的直接控制，但它通过藩镇体系的重新洗牌和利益分配，实现了一种脆弱但有效的动态平衡。这个帝国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水手，在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上，通过不断的修补和调整配重，硬是在狂风暴雨中又航行了1个半世纪。那么，既然藩镇体系是一个能够自我维系的平衡系统，大唐最终为什么还是亡了呢？答案是，这个精密的平衡系统被一股来自系统外部的毁灭性力量给彻底打碎了。这股力量就是晚唐爆发的黄巢起义。如果说安史之乱是军阀叛乱，它只在黄河流域破坏了部分藩镇，那么黄巢起义则是一场彻底的流寇式的大清洗。黄巢的军队因为流动作战，没有固定的根据地，他们的行军路线堪称是大唐帝国的催命符。黄巢从山东起兵，为了躲避中原藩镇的重兵围剿，他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略。他没有选择强攻中原，而是率领大军一路向南，跨过长江，杀入江南，然后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了岭南的广州。随后他又从广州北伐，再次杀回中原，最终攻陷了洛阳和长安。请注意黄巢的这条行军路线，他这一路走来干了什么？他把大唐帝国最致命也是最不容有失的地方东南藩镇给彻底打烂了。我们前面说过，大唐帝国之所以能够维持藩镇的平衡，核心逻辑就是依靠东南藩镇提供的财富，去喂养中原和边疆的藩镇，去供养中央的神策军。东南藩镇是大唐帝国的输血泵。黄巢的军队在东南地区的大肆破坏，以及随后引发的江淮地区的常年战乱，彻底切断了大运河的漕运，也彻底摧毁了唐朝中央的钱袋子。当长安的朝廷再也收不到来自江南的粮草和赋税时，那套维系了100多年的精妙平衡系统瞬间就崩溃了。朝廷没有了钱，就发不出神策军的军饷，中央禁军迅速瓦解，皇帝失去了最后的武力威慑。朝廷没有了钱，也就无法再去收买和控制中原形藩镇。那些原本负责阻挡和硕叛军的中原将领们发现，给大唐打工已经发不出工资了，那还不如自己单干。于是，真正的末日降临了。黄巢起义被平息后，大唐的版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先只存在于和硕地区的割据状态，迅速蔓延到了全国。东南的财富重地被杨行密、钱镠这些新崛起的地方军阀瓜分，中原的缓冲地带落入了黄巢的叛将，后来投降唐朝的朱温手里，而西北的军事重镇则被沙陀人李克用牢牢掌控。这个时候的藩镇已经不再是受唐朝中央制约和平衡的地方机构了。此时的唐朝皇帝成了一个手里既没有钱也没有兵，连长安城都出不了的光杆司令。诸侯们不再需要向皇帝讨要委任状来获取合法性，因为皇权本身已经沦为了各大军阀争夺的玩物。最终，实力最强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在一脚踢开唐哀帝之后，建立后梁，正式宣告了大唐帝国的终结。中国历史进入了5代10国的大分裂时期。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不禁感慨万千。将藩镇割据简单的定性为唐朝灭亡的毒药，是一种粗暴的线性历史观。历史的真实面貌远比这复杂得多。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面临的是一个中央军事和经济实力遭到重创的死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初唐时期的中央集权已经绝无可能。设立藩镇，默认一部分藩镇的半独立状态，重用另一部分藩镇进行牵制，利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这是唐朝统治者在绝境中做出的最务实也是最聪明的制度创新。正是这个被后世儒家使臣们口诛笔伐的藩镇体系，像一个强效的心脏起搏器，硬生生地把濒死的大唐拉了回来，让他在权力下放的阵痛中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和赋税制度的近代化转型。藩镇不是毒药，而是大唐在重病之下服用的一剂虎狼之药。
它虽然有副作用，虽然让帝国长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但它确确实实保住了大唐的性命。直到黄巢起义这把无名大火烧毁了这剂药方的药引子，江淮的财富，大唐才真正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启示：任何一个庞大的系统，其生存的韧性往往不是来自于绝对的强硬和统一，而是来自于内部各方势力的妥协、制衡与动态平衡。当这种平衡的物质基础被摧毁时，哪怕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唐盛世，也只能在历史的尘埃中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